欢迎收听华瑞投影观点。大家好，为您带来最新的市场深度解析。今天我们要来解读由摩根大通撰写的报告。想象一下短短1周内，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有高达460亿美元的资金。哇，对，就这样凭空蒸发了，整体部位大概萎缩了2%。2%，没错。那如果您现在还抱持的就是觉得黄金可以无脑抗通膨，或者是同事因为绿色转型会无限缺货这种单边牛市思维，就是一直看多嘛。对，这份报告将会彻底颠覆您的操作框架。等一下，1周蒸发460亿，这画面真的就像是海水急速退潮哎。真的很夸张啦。对啊，但我们得先搞清楚，这股把资金往外拉的引力到底是什么？这是单纯因为机构赚够了想下车，还是说全球经济的引擎真的出问题了？这就是这份报告中提到的核心宏观经济视角。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卡斯曼就指出，全球现在正步入一个高通膨，然后慢增长的重力区。高通膨慢增长，对，这算是一个双重挤压了。一方面就是服务业放缓，直接拖累了整体的增长预期。另一方面，核心通膨又很顽固，这就等于是封死了各国央行短期内降息的空间。也就是说，这感觉就像是油门踩不下去，但刹车又卡住了。没错，这确实能解释为什么资金会从高位撤退，导致那个能源市场严重失血了350亿美元。不过，既然大环境是这样，为什么原油市场的资金流向看起来却有一个很诡异的矛盾呢？这份报告其实揭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趋势衰竭。趋势衰减，就是说，随着先前的地缘政治风险降温，聪明钱，也就是那些大型机构，其实早就提前结算获利出场了。大户先跑了啦。对，但是期货市场的净多头反而逆势增加了50亿美元哦。诶，而且都集中在 WTI、西德州原油还有杜拜原油。等一下，机构在到货，但净多头却增加，这意思不就是散户在接盘吗？完全正确。这样讲好了，这就像是一场大风吹的游戏，机构大户早就把椅子搬走套现了。对，结果那些后知后觉的散户还在跟着已经停下来的音乐拼命跳舞，直接成了提供机构出场流动性的对手盘。这个比喻非常精准。而且不只是盲目跟风了，演算法也可能在错误的趋势上被套牢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散户的惯性买入其实只是在替机构的高位结算买单而已，这让原油多头的筹码分布变得极度脆弱。那金属市场呢？散户也是用这种盲目的乐观情绪在硬撑吗？还是说那边的运作机制不太一样？金属市场的情况其实更残酷，正在上演所谓的多杀多。多杀多，简单来说，就是价格下跌引发了保证金追缴，逼得做多的人不得不跟着断头抛售，就形成连环踩踏了。没错。但为什么会触发踩踏啊？比如说黄金，我看到单周就被抛弃了83亿美元呢。关键其实在于机会成本。当美债殖利率逼近5%的警戒线时，黄金的魅力就大打折扣了。您想想，黄金本身是不配息的，对，当无风险的美债都能稳稳给出5%的利息时，投资人当然会抛售黄金转向债券了。确实是这样。再加上同事之前因为那个 AI 大数据中心的题材被过度炒作，资金实在太拥挤了，现在也面临了头寸的大清洗。原来是这样。不过我对这份报告里的一个细节蛮有疑问的。请说。报告有提到说，有14亿美元反而流入了铝和锌。是的。等一下，如果我们就像您刚才说的，正在进入慢增长时期，那铝和锌这些工业金属不也依赖全球经济动能吗？为什么资金要在经济放缓的时候去买它们？哇，这真的是个非常敏锐的质疑。其实投资人并没有完全放弃绿色转型或者是工业需求，他们只是在清仓拍卖区寻宝了。寻宝？对，资本正从那个极度拥挤，然后价格被推得太高的铜，转移到估值比较低，然后性价比更高的铝和锌。也就是说，资金只是换个地方。没错，这证明市场已经进入了风格分化与结构套利的新常态。大家不再无脑买进了，对，而是在挑便宜货。但这份报告也点出了几个可能随时翻盘的双向风险，对吧？是的，有2大非线性变数，随时可能打破定价。哪2个？第一，
如果核心通膨再度失控，黄金的避险买盘绝对会强势回归。那第二个呢？第二就是中东谈判如果突发破局，原油可能会迎来报复性暴涨，瞬间扭转目前的趋势衰竭。所以您的投资策略真的不能只看价格，更要检视市场拥挤度。对，接下来就是要密切关注黄金与铜在低位能不能企稳，还有 WCI 原油跨期价差的变化。其实我们今天谈到资金撤出高位的原油和黄金，然后转向便宜的金属。但真正值得你去深思的问题是，如果通膨真的居高不下，同时中东冲突又全面升级，是，这些自以为聪明然后提早套现出场的聪明钱，会不会发现自己其实太早跳出了救生艇呢？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摘要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欢迎追踪华瑞。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，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络，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。警语：本报告提供的资讯仅供参考，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买卖操作的推荐。